大家好，那是欢迎来到AI 办的周五AI 超通站。那在今天讲者上课之前，那先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讲者婷瑜，就是他有帮忙大家做了一个AI 小工具的一个平台。好，那你在登录之后呢，可以看到说在近期书里面主要它是以 AI 办为主，就开发了一些小工具。那假如你没有在我们的 Google Chat 群组，但是也可以在这边找得到，说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拿来使用的。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换给今天的讲者哦。那今天的讲者是婷瑜哦，他是我们 AI 长特助，所以他今天讲的题目就是要讲说我们 coincidence 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当做你的一个特殊哈。那但是因为怕大家有过度的想象，我们可能会讲很快，但是变说有些实作的时候，到时候真的有需要，我们可以来急的话可以来AI 办找我们。那或是说之后假如觉得这个题目对你工作很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课程当中。把这些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实作，让老师去带大家去动手去做自己的一些应用。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婷瑜。大家好，我婷瑜。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个人开发，我是要先分享一下画面。这样有画面吗 ？OK。先变成我的延伸萤幕，看不到它。在哪里？哦，有了。好，不好意思。好，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正题的。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个人网页的特助，就是我们很常会在浏览器上面做各种动作，但有没有想过说，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在 Chrome 上面有一个小功能，当你的小助理。那今天要讲的题目，其实很大的部分是用 Vibe Coding 做出来的，所以我等一下也会讲一些 Vibe Coding 的技巧。那我们很常是在网页版的 AI 去服务平台用，那像是 GPT 啊、Gemini 啊，他们其实就是会有一个对话的界面，那个地方就是网页版的 AI。那常常因为你会在业务上面，在 A4 窗会有一些资料的整理，然后再把它附到所谓的网页 AI 上面去做使用，跟 AI 交互。但是这个时候很常会因为这样子的转换而打断你的工作节奏跟心流。所以我们希望是说，我们可以再把 AI 这个大脑连出来。像我们平常的网页版的 AI，其实是他们平台商，比如说 GPT 或是 Gemini， 他们提供了一个水管，然后他们自己建了一个平台让你使用。但其实它也可以让开发者有兴趣的人，可以利用特殊的管道叫做 API， 你可以自己独立接一个水管接出来使用。那Google 呢，它有提供每一个 Gmail 账号可以申请一个免费的 API key， 我可以这边稍微简单的demo 一下。你点完连结进来的时候，可以看到Google AI Studio 的话的页面，然后你这边记得要登录你的Gmail。那在这边左边侧边栏 API key 进来之后，就是所有 API key 的位置，然后右上角这边可以新增一个 API key。就是这边可以随便命名，你可以依照你的业务需求去命名一个 API key， 然后点一下 Create 就可以了。那因为每一个账号只有一个免费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 Free Tier， 就是免费方案的意思。然后这边可以按一下复制，就可以取得了一组一串的密码这样子。好，那我们回到简报。那我们可以想象说，如果我们有不同的 AI 的 API 串进来的时候，跟 Chrome 做一个整合，那其实可以利用它去做很多不同的应用，你就不需要再切换视窗回到网页版的 AI 了。好，那我现在是要来 demo 一个我昨天半小时 Vibe Coding 出来的公文撰写帮手。
其实我是把 Gemini 的 API 串进来用的，就是希望可以利用白话的方式来讲述AI，白话公司来协助你去处理公文。好，现在可以，然后我现在换共享画面，稍等一下。你现在有画面吗？没画面。我想无法，我是跳出去画面。你就是分享全部。我的 Chrome 当掉。要换电脑。稍等我一下。好，我要重新回到那个 Meet 连接。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把AI 的帮手装进来之后，这是什么？共用音讯。他看不到我推出来的。哦，可以，这样可以。好，可以看到就是它可以贴出来一个侧边栏。然后呢，我可以选择是对内部的签，或是对外面的函。然后我也可以做一些语气的润饰，就是把它公务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可以，我有测试一段假设文字。好，比如说本办公室今天7楼有一个面试，想要请邻近办公室同仁稍微包含一下，就是你可以写的很白话，没关系。然后就按下处理，它就会跳出一个有主旨、有说明，然后甚至有拟办的一个段落文字。你就可以复制内容去到你想要贴的公文系统内，然后我也可以用机关署的新闻稿。好，假设有任何一个新闻稿，然后你也想要对外做说明，或是请他们协助宣传等等，你就是复制你想要提供的内容，然后按下反白后按下右键。就有一个公文的按钮，一样会呈现类似的画面。然后你就可以选择要发的方式，比如说，好，我只是一个语气润饰，然后我可以选择，你是对上、对平行、对下级，就是对一般民众，就可以产出结果。然后就会有一段简要的描述，告诉你说你可以怎么样子使用。那当然还是需要在人为的稍微调整过，或是检查过内容是没问题的，这样再贴出去。那它下面也会提供一个简单的修改建议，就是方便你可以理解是之后要是不是往这个方向去改进这样。好，大致上那个部分是如此。好，我们回到简报。好，我们现在继续是讲的是那个 vibe coding 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如何用嘴巴讲程式。我们平常以前是用黑黑的画面去打一个一个打语法，但是其实现在用嘴巴用文字就可以打发包给 AI。你就想象你是 AI 的上级主管，那我们要怎么样让 AI 知道我们想要做什么？我们其实可以利用它的样貌，比如说它有什么器官，它有工具列，它有icon 就是上面那个扩充功能，你很常会拼在上面的 icon， 有侧边栏，有反白之后的跳出的右键选单，有悬浮按钮，有的扩充功能会提供悬浮按钮，有的没有，就是要看它有没有设计。
那也有弹出视窗，像刚刚我刚刚在 demo 的时候也有一个小小弹出视窗，然后自建视窗就是我刚刚右键跳出来的那个对话框。那这个时代其实最适合开发的模式，我觉得是 BBD。你可能有听过 TDD 或是 SDD， 甚至 DDD 等，都是技术开发的一些不同的开发模式。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行为驱动的方式。行为驱动的话，它的精神其实就是 giving when 跟 then， 其实就是你要给定一个特定的条件，然后当做了什么动作而产生了什么结果。所以举例说明，我刚刚要在 Vibe Coding 这个公文的小帮手的时候，我会说我想要在选项页的地方提供一个新增删除发文单位的功能，让前端抓取作为一个下拉选单。所以我们就是会有 given when 跟given when 跟 then 这样子。所以是像 given 就是在等等等等的条件下，然后 when 是当等等等等的时间 ，then 是将会什么什么什么的效果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界面是我们最长的指令，像我刚刚讲的这个3个元件，你可以看得到说，它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拆解每个不同的元件，你想要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什么动作，产出什么行为。因为这些其实都是设计语言跟 PM 的语言，那 AI 它已经读了那么多东西，它理解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如何咏唱一个很复杂的指令，其实你可以用很简单的WEH， 就是认识人事时地物这样子去分辨。比如说 who 的话，我们可以说我希望哪个使用者去执行，然后呢他要做什么事，他可以点一个按钮。when 就是可以当点一个按钮，它可能出现什么画面，就是 where， 然后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呢？你可能可以跟 AI 说，我希望它可以跳出什么 ，AI 有时候会提供你一些优化建议，所以是坏也是如此的很重要。how 的话是AI 可以利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你是想要让它的一个大的画面呢，还是一个小的提示呢？这些都可以跟 AI 讨论。这个时代呢，其实是不要自己抓虫，你就是用使用者元件跟体验的方式去提供要求，就是当一个 AI 的惯老板。然后呢，你要给 AI 抓虫的线索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跟他说，我觉得这个界面或是这个行为异常，没有画面啦、闪遁啦、跑太久啊、转圈圈啊，这个他都可以理解。或是你可以直接截图给他看，因为有些 AI 模型它是可以读你的图的。然后我有试过说，如果假设你截图完之后，你还有空可以去圈选某一个你觉得特别要调整的地方，你圈起来的话，效果其实又更好。或是请他印出阶段性的文字来提示你一些步骤的 log， 就比如说第一步骤你的错误的话是卡在哪个地方，第二步骤错误的话卡在哪个地方，就是你一步一步跟着他一个一个改，那会非常的明确。那我们这样子厉害的特助是怎么设定出来的？其实是它背后有它的提示词，就 system prompt。那提示词的话，我们通常会在 AI 上面定义它的角色、语气跟专业框架。比如说，它是一个很会写公文的文书秘书，然后他可能需要具备有国家文件的一个撰写规格，叭叭叭。就是我等一下会稍微跟大家讲说我是从哪里来的。好，然后使用的输入是我们大家刚刚看到的那个很白话文的语句的，就是使用者的输入。这两者一起结合进到那个 API 的时候，那个 AI 的模型就会运算出来，呈现出刚刚的公文结果。所以一个重点的应用方式就是你要有一个灵魂 system prompt， 跟你要有具体的需求，就是 user prompt。所以像刚刚公文撰写帮手这个案例，我们使用者在那个框框里面输入白话的，刚刚那一段其实是一个点菜的动作，我们想要什么，然后呢进入厨房之后，厨房其实它有一个规章，就是它可能先后顺序要怎么做，然后公文的话它会有主旨说明、拟办等等，或是有对上级平行跟下级不同的用语。所以这时候我们把它合并起来，让 AI 去进行演算，它最后就会产出符合这个格式的公文。
那我这个系统提示词的产生的方法，我是有参考国家文官学院的文件，那也有署内秘书室那边的一个教育训练的规范，然后也是有参考网络上有写好的高手是有提供公文的 GPTs， 就是等于是偷师人家的技巧，然后我们再把这些东西都汇整到 NotebookLM 里面去，弄出一个我觉得最详尽版本的公文写作指南，再把整个当成我这次应用的 System Prompt。那推荐大家就是使用Anti-Gravity 去做开发。那 Anti-Gravity 其实是Google 他们家的 IDE 的一个程式码编辑器。那程式码编辑器里面呢，你除了我现在可以，好像要换，对不对？你要荧幕分享，重新分享，重新分享，分享那个整个荧幕画面 ，OK。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是黑黑的画面，这是 Anti-Gravity。那 Anti-Gravity 的话，就是左边会其实像一般档案总管一样，会有资料夹跟档案，中间呢其实就是各种程式码，不同档案的程式码，这个可以不用理它。然后右边的话是我们跟 AI 互动的一个地方，其实跟聊天一样，下面有个对话框，你可以直接跟他讲话。然后再来是你可以选择想要跟哪一个模型讲话。那这些其实是Google 现在有提供免费，但是其实都是有额度。像这个打星星的，其实就是额度快被我用完了。对，那刚好这一两天好像 Gravity 的额度有大量缩减，所以大家使用上再注意一下。那目前3.1的话，其实是最多额度，但是它其实当然也是较不聪明的那一个，所以大家就是依自己的需求再去尝试使用。就是我建议的话，像 Chrome extension 这种的，还有 App Script 的，就是属于 Google 加系统的开发，尽量都使用 Google 的模型，因为 Google 会最懂他们自家的产品。那如果说你是写外面的其他的程式的话，那就是非常建议使用 Cloud 的模型这样子。好，那像我可以大概抓几个对话给大家看，就是怎么样下的。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在某一个连结去产生一个应用，那觉得可以怎么样处理？对，然后你的 UI 可以参考哪里，或是你的架构大概什么？这个其实东西也可以跟线上版的 AI 去做讨论，再请它贴过来。对，然后就是一来一回就可以做出你的 AI 了。我这次这个专案几乎没有自己写，全部都是跟 AI 讨论出来的结果。然后你当然就是会拿到一个资料夹跟一包档案嘛，然后它就可以在你的电脑里面显示，就会是长这样子一包。然后我们如果今天要安装它的话，就是到 Chrome 的管理扩充功能，右上角有一个开发人员模式，把这个地方的开关打开，然后载入未封装，然后选取我刚刚开完的那整包资料夹，它就会汇进来了。那是因为我这里已经汇进来，所以它就会呈现在这里。然后你跟 AI 开发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有需要来来回回的修改，所以当你在Anti-Gravity 的黑黑画面里面有做过储存的话，你这边其实会需要这个动作是按下这个重整键，它就会重新读你资料夹里面的那些程式码，然后相关的画面要使用的话，就是也要再重新整理，它才会重新读取。对，像这个画面就是所谓的 pop up， 一个小小的弹出视窗，然后这个按下后右边弹出来了，就是所谓的侧边栏。就是你其实是可以用很口语化的文字描述来描述你看到的画面，来跟他讨论上面的元件你想要怎么样调整。这边我设定的是一个设定页。那我这边有做了一个小功能是
可以加入你常用的发文单位，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对内发文，就是自己的主事嘛，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对外发文，就是代表机关署这样子。对，然后这边有做设定的话，你前段就会有跳出下拉选单让你选择。好，那我们回到简报。然后刚刚那个Anti-Gravity 的话，我会有建议安装3个很常用的插件，就一个叫做 Anti-Gravity 的Coldcat Pit， 它是一个网友做的，它是可以监看各模型的用量，呈现效果我可以直接开给大家看，它会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那个不同模型的监控，就是大概说，我还有剩几%的用量，然后重置时间还有多久？像这个很多都需要在1个礼拜后了，这样。好，大致是如此。然后繁体中文的这个插件也是非常欢迎大家装，因为它会让你整个 Anti-Gravity 的那些按钮界面都是呈现繁体中文。然后 Live Preview 的话是那个网页的浏览。这个我也 demo 一下好了，但我现在没有网页的内容。装完的话，它会右上角有程式码旁边会有一个小的按钮，点下去之后，它其实是可以让你即时呈现你那一个网页的画面，就是在快速修改来回的时候，其实是很方便的东西。这样。然后接下来是进入干货时间，就是大家应该也会想知道说我们除了Chrome 上面的一些元件的名字，可能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网页的啊、APP 的啊，就是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些元件的名字怎么办，就是你可以去找所谓的 UI component 或 UI library 等等，它就是可以让你知道有哪些元件的名字，比如说下拉选单、合取方块。然后单选选项、多选选项等，就是你这些名字，当你知道这些名字怎么命名的时候，你拿专有名词跟 AI 讲的话，其实可以很有效率的去做开发。然后也几个参考网站是这个开给大家看。Dribble 的话是设计师跟开发工程师也很常来逛的一个网站，就它上面是很多设计师跟工程师会上传自己的作品。做一个作品集的网站，然后比如说你有看到喜欢的，或是你想要模仿什么风格，其实你大可以直接选一个你喜欢的，然后选择你要的部分去做一个截图，贴给 AI 说，我想要类似的风格，我想要类似的按钮，类似的样式。当你有这些参考来源的时候，其实你开发速度就会快很多很多。Behance 的话，应该也是有些人可能会知道，也是属于设计师们喜欢使用的作品集的网站。那平面的也有，然后网站的也有，对。就平面跟网站你也都不用设限说要不要参考，因为它其实你也可以要做一个游戏画面的时候，你也可以来这边找说，我想要什么样的游戏风格。就是因为有时候风格你会很难具体的跟 AI 讨论，所以你有截图的话会方便很多。然后再来是设计风格的部分。设计风格的部分的话，我这边有提供一个网站是我加在 GitHub 上面的，它是有一些不同年代的设计风格的迭代的风格集，然后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就点进去。然后去看一下说，这是不是我喜欢的样子？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点这一页复制给 AI， 说请他来参考这一页的样子，这样。然后再分享一个是提示词优化器，这是 Gemini， 也是网友开发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提示词不够精准的话，可以请他再调整。然后 Vibe Coding 的话，刚刚讲的那个IDE
就是所谓的程式编辑器，就是 Google 家是有出Integrated，那像AWS 的话有出 Kiro， 然后微软的话就是最大宗人使用的就是 VS Code 这样子，就是各家有各家的优点，那其实他们不脱都是从这个 VS Code 里面去修改出来的。那像各家也都有免费的额度，所以大家可以到处玩玩看。那终端机界面的话，就是那种黑黑的终端机的界面。那像目前有出的是 Google 的 Gemini CLI 跟 Cloud Code。那以程式开发来说，当然是 Cloud Code 是最大宗、比较厉害、聪明的。对，目前是大概是如此。好，然后就是想象力是你超能力，你只要想得到就没有做不到的，就大家赶快开始开发吧。好，欢迎大家交流讨论。好，谢谢婷瑜报告啊。那因为那个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很多很细节，但是你有在碰的话，大概就是知道说，那就是这些给你一些就是提示说，那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事情。那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现场有没有人有问题？那因为刚才听开了，另外有一个那个是 NER 的 extension 啊，就是之前我们他做的也分享给大家。那个你有装起来可以 demo，就其实那个是另外也是一个就是用 AI 去帮忙做了一个就是 extension，然后可以帮忙做一些各自的遮障。也许我是趁这1-2分钟，他们 demo 一下，让他知道说那个东西是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哈。那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贴在那个群组的时候，就是大家没有操作过，可能会觉得会有点那个就是不是有那么亲近的感觉这样子。那他在那个安装的时候，他要那个去载入一个就是中研院的 NER 的模型，好，那所以这个模型是中研院开发。那至于说他聪明或笨呢，就是中研院的能力，不是这个我们跟那个 AI5 coding 里面的就是的限制这样子啊。那但是可能就是我们就是也稍微再帮他做一些调教。那但是等一下就是请大家看一下。像这样子的空 extension 可以做到可以做到在进阶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它载入的时候，第一次载入就是会比较久，然后载入完之后，它就会存在你的那个本机端就可以使用，然后之后说就可以打开一些就是类似像是有那个就是一些或是你到新闻网，譬如说到新闻稿动新闻网。我们找一些新闻的网站，好，那就是通常就是会有一些会有一些人名的资料哈，我们再看说它这样做起来效果好不好？好，譬如以这篇为例哈，那青宇就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功能呢，主要是让大家可以对于段落的文字去做人名去识别，所以像它我就有做一个悬浮按钮，当我在反白文字的时候，可以直接有一个去识别按钮跳出来，然后它就会抓到里面关于姓啊名的人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做替换啊不，这边应该说这样子啊。储存之后，它就会帮你储存掉，就会替换到这个名字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复制这一段去任何地方去使用。那如果说你想要问 AI 的时候，这时候你已经把人名都去识别，所以你就可以进入 AI 去做使用了。那还有，它还有不同的使用情境，比如说我可以，你不一定是网页才有文字嘛，你也可能是任何地方会有文字，比如说你从别的系统贴过来，你也可以利用它的侧边，我有开侧边栏，就它也可以去贴上一段去做去识别。那还有一种使用情境是，我可以直接在 Gemini 的地方，太多内容。
就今天假设我就是打，然后或是我从哪里病例啊，或是个案查访等等贴过来一段，然后我想要跟 AI 讨论，然后我现在突然我现在需要这个工具了，我也可以直接这样子这边右键使用，这样也可以。然后你可以这边滑动的时候，它会显示说这个名字它本来叫什么。那今天假设是有多人的情况的话，假设像这样，它是可以抓到不同人名，它就会帮你替换不同的代名词，这样子。那今天假设你没有想要用人名，你可能想要用病患或者是个案等等的，你可以用代名词的设定的这个地方选择输入病患。那这样子就会变成是病患 A、病患 B 了。对，大概是这样。因为时间那个已经到了，就是今天只能那个只能观战了。好，那就是假如有问题的话，就是再跟 AI 办那个就是点击啊，或是说你还没有填那个时数的话，记得报到。那就是假如有任何的意见，也可以回馈在这个表单上面。然后你们的意见对我们来说都很宝贵。那我们收到非常多，但是有些部分就是后面可能就会有老师就是在跟大家做分享，或是假如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那个题目是比较可以马上可以给大家分享的话，会在那个AI 办的那个 Google Chat 里面去做一个及时的分享。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谢谢。